根据台媒体报道，台湾公布的2022年军费预算为3726亿新台币，创下历年新高。若再加上采购66架 F-16V 的401亿特别预算，则其2022年军费预算总额高达了4127亿新台币，约合168.9亿美元。相较于2020年的3580亿和2021年的3668亿，呈年年增高趋势。那么每年如此高额的预算究竟都花哪里了呢？今天大兵就带各位详细了解一下台湾的军费开支情况。其实在军费这一块，台湾历年来都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虽然大多数装备都是需要依赖外购，但在近年来台湾也在尝试逐渐摆脱这一局面。而美国对台军售这件事其实很早就开始了，只不过后来由于国际局势原因而逐渐的减小。在1983年到1991年，美对台军售从每年的8亿美元递减至4.7亿美元。虽然东西卖得少了，但是美国却可以从技术合作方面补回来。到了1992年，美国同台湾达成了出售150架 F-16 战斗机的交易，金额达60亿美元，预计8年内陆续交货。再加上增售的海陆军装备，美对台军售差不多每年都会超过10亿美元。而紧随 F-16 而来的就是法国的幻影2000战斗机和拉菲特级隐身护卫舰。而也正是这一次的军购，使得台湾在90年代就基本完成了对新一代武器的更新迭代。采购如此多的武器，也使得台湾一度成为世界上战机最密集的地区。之后到了2001年4月23日，美国决定向台湾出售自1992年以来最大规模和数额的一批先进武器，其中的重要武器装备有8艘柴油动力潜艇、12架 P3C 长程定翼反潜机及6套爱国者3型导弹以及附属性能提升系统等，总价约71亿美元。到了2011年9月21日，美国开始帮助台湾改造其现有的 F-16A 到 B 战斗机，售台军用飞机零配件，并提供有关的训练项目，总额达到58.52亿美元。2019年7月，美国国务院通过了2项超过了22亿美元武器装备的对台军售法案。该项法案将允许美国对台出售约250枚毒刺导弹、108辆 M1A2 艾布拉姆斯坦克、14辆 M88A2 坦克抢修车、16辆 M1070A1 重型装备运输车和弹药支持系统等价值22.23亿美元的武器装备以及辅助设备。并且就在那一年，美国还与台湾军方代表签署了包括 F-16V 战机、M1A2T 战车以及新型陶式反坦克导弹系统等3大军购案合约，总金额达到了2900亿元新台币，约合96.31亿美元。并且这些向美国采购的军事装备，在过去几年台湾也将其编列为持续性预算，因此购买108辆 M1A2T 新式战车、66架 F-16V 战机等部分预算也都编列为2022年军费预算，其中同样包括沱江级军舰、2栖船坞运输舰等专案，以及各型的云豹甲车等装备量产案。那么为何台湾会有这么多的钱来购买军备武器呢？其实首先呢是其本身的经济实力优秀，目前台湾的人均 GDP 高达了3.3万美元。其次就是这些支出都受到充分的监督，一分一毫来说都透明公开，就连台北市政大楼也可以随意让老百姓进出，天气热了去里边吹吹空调、上个厕所什么的。并且台湾的大部分经济都应用于民生医疗和教育等方面。而在军费开支方面，台湾的军费占 GDP 长期的 2% 左右，近些年略高于这个数值。再对比印度的 2.5% 和俄罗斯的 2.7%， 以及欧洲各国大部分都在 1.5% 以下，因此台湾的军费开支其实也属于合理范围。每年如此巨额的军费投入，台湾的战力如今究竟如何呢？在国际军力排名中，台湾排在全球第26名。要知道，全球总共有233个国家和地区之多，台湾欧美的那一圈，第2梯队就是台湾了。在2021年，台湾人口约有
2389.2万，2021年 GDP 约216493.88亿新台币，按平均汇率换算成美元就是7727.45亿美元。而在2022年，台湾的军费预算总额则为4127亿新台币。而台军的军队由陆军、海军、空军以及宪兵组成，其中陆军现有9.2万人，海军现有3.8万人，含海军陆战队，空军现役有3.5万人，其地面部队装备有1160辆坦克，其中 M60A3 TTS 坦克有460辆， CM-11 坦克有450辆， M48A3 坦克50辆， M41D 坦克100辆，并且还有180辆 M1A2 主战坦克，预计在2024年起分3年交付。牵引式火炮1160门，多管火箭炮115辆，自行火炮有257辆。而其空中的主要力量为289架战斗机，其中包括空优战斗机 F-16A 114架，多用途战斗机幻影 2000-5EI 46架，金国号战斗机103架。在预警机方面，则是拥有可以侦测370公里左右的6架 E-2K 海上巡逻机为12架，直升机总数为208架，专用武装直升机有91架，其中包括大名鼎鼎的阿帕奇直升机和眼镜蛇直升机。而在海军方面，驱逐舰有4艘，满载排水量9700吨的基德舰、护卫舰的总数为22艘，其中包括6艘满排4000吨的济阳级和10艘4100吨的成功级，以及6艘满排3800吨的康定级。在轻型护卫舰方面，台湾海军拥有2艘满载排水量600吨左右的沱江级，潜艇方面为4艘常规动力潜艇。而在未来，台湾军方还将编列高达2400亿新台币的海空战力提升计划采购特别预算，若该计划通过，将分5个年度陆续支出，其中在明年台湾将先支出约460亿元，这也就代表着台湾明年的军费开支至少为5177亿新台币，而此条例也会在符合公债法、财政纪律法的规范下配合行政院执行。同时，台湾也希望此条例可以达到提升战力、武器自研自制和促进生产和就业等效益。当然，这次采购也会有助带动台湾军工产业供应链。那么，如此巨额的开支都准备干什么呢？据了解，该计划预备在5年内重点采购8项武器装备，其中涉及联合反制、整体防空以及海上截击3大作战领域。接下来我们通过台湾媒体的报道来看一下台湾海军战力提升计划的进展情况。首先是台湾军方在今年4月20日提交立法机构的预算解冻报告书，首度证实台湾将提前量产以盘龙专案为代号的增程型雄风-3岸置超音速反舰导弹。据了解，盘龙专案已经编列了超过60亿元新台币预算，而从2016年开始研制增程型雄风-3导弹，原计划是在2023年结案，2024年开始量产，而如今将提前至2023年开始量产。而增程型雄风-3导弹也已经通过了初期测评，预计在今年下半年将进行多轮作战测评验证，其最大射程可以达到400公里，飞行速度约为3马赫。在该导弹投产后，首先将装备台军的岸舰导弹部队海风大队，而在计划中，自制岸置反舰导弹系统这方面则包括雄风-2、雄风-3和增程型雄风-3共3种，并且中科院的新型导弹量产厂房也将让明年的自制导弹的产能达到高峰。其中雄风-3年产能预计将由目前的20枚提升为70枚，而雄风-2则是与新型的雄升地对地巡航导弹共享生产线，年产能合计将由目前的81枚提升为131枚。
至于增程型雄风3导弹的产能，目前还没有披露。而在扩大导弹产能同时，台湾还将对原有的导弹发射阵地的射控系统进行性能提升，建造能够抗击对方导弹打击的新式的弹药库等，并且在增程型雄风-3开始部署后，台湾会选定12处地点进行机动发射车车库修护中心及战备管制室等设备的建设。而导弹发射的阵地虽然是计划要在全台兴建立营区设施，但大兵认为其真正的发射打击阵地应该是山区、隧道等区域，毕竟这样才能保证其生存力。说到了导弹阵地这一块，咱们之前讲到的海锋大队目前便有6个固定部署的导弹中队和2个机动部署的导弹中队。而随着雄风系列反舰导弹量产进度加快，台湾还计划将在新北、嘉义、桃园等地新设9个导弹阵地，并新编9个中队，再加上之前向美国购买的400枚鱼叉岸舰导弹，海锋大队的机动中队数量可能会在未来的几年进一步的扩充到20至25个，因此这个海锋大队也很有可能会升格为军团级作战单位。而除了增程型的雄风-3反舰导弹外，台湾研发的另一型新型导弹实力也很引人注目，那就是射程在1000到1200公里的雄升地对地巡航导弹，并且在今年4月20日军方提供给立法机构的预算解冻报告书中也已经证实，雄升巡航导弹将具有高爆、散撒2种弹头，前者可以反制对手坚固指挥所及掩体，后者用于破坏机场跑道等目标。而除了生产和采购这些装备之外，台湾同时也在发展其高音速导弹和下一代战机。目前台湾中科院已经准备开发自家的高超音速巡航导弹所需的载具系统。由于该项目的保密程度很高，大兵也难以判断其技术来源和性能参数。不过咱们从擎羊2这个项目代号来看，它很有可能和之前咱们提到的云峰导弹的擎羊专案有密切关系。而关于云峰导弹项目，其本身就是台湾最神秘的武器项目之一，甚至一度有人认为该项目并不存在，直到台湾军方在去年才正式承认云峰导弹专案是存在的。但至于其性能如何、射程多少，目前还不便透露。那么为什么大兵会认为云峰导弹会和台湾的高超音速武器扯上关系呢？除了名字相似之外，还有就是云峰导弹本身的性能原因。我们从该导弹的神秘性也能对其性能猜测一二。如果它只是一款和雄升差不多的武器的话，那么台湾军方大可不必如此神秘。因此大兵推测，台湾很有可能会在原本性能最强的云峰导弹的基础上进一步的去开发高超音速武器。根据台湾媒体去年年底的报道称，云峰导弹捆绑了4具天宫防空导弹后端，采用的固态燃料火箭作为加速段推进器，用冲压发动机启动，推动云峰导弹主体进行高速飞行。而作为云峰导弹后续型号的高超音速武器，则有可能采用推力更大的单节式固体火箭推进器。而除了云峰导弹和高超音速武器之外，台湾同时也在紧跟潮流，发展自家的下一代战机，那就是咱们之前有讲到的 ADF 计划，并且中科院负责人张忠诚在去年4月15日在立法机构接受质询时也证实了台湾正在研发下一代战机，它将采用双发和隐身设计，并且设计图也已经出炉。而作为战机最关键的部位， ADF 计划的发动机原本会是以金国号战机的 TFE-1042-70 发动机为基础，开发下一代战机的发动机。不过在这方面的研发难度较大，并且耗资也是个无底洞，因此在后来又改为向美国提出采购通用电气的 F414 涡扇发动机，并且由于作战空间狭小，在未来台军只需要采购130架高性能战机就能满足其作战需求。而在2022年美国对台湾军售方面，美国表示将向台湾优先地提供不对称战力。在双方高层的战略对话中，
美国已经准备了一份建议台湾购买不对称武器和系统清单，选择了大约20种特定武器和系统作为首选销售对象，其中包括了反舰导弹、防空系统，以及可侦测敌军动向并发出早期预警的情报搜集系统。而除此之外，在会谈期间，华盛顿方面预计将把重点放在升级现有装备，而非向台湾提供新武器上。除了对台军售之外，如何加强与台军合作演习也将是此次高层对话的重要议题，而这一举措也将受到美国的欢迎。因而美国也经常抱怨台湾过于关注大型常规平台，而损害了更小、更分散和成本更低的不对称能力。大家也知道，台湾的导弹发展一直都很迅速，很早就拥有了射程较远的导弹，而台湾最近向美国购买的移动式导弹发射车、F-16V 战机以及反舰导弹等，则更为适合在高机动性作战中使用。当然了，光采购武器并不会让台湾的军事实力增强，毕竟使用武器的还是人。因此台湾同样也在加强其军人的作战能力，制定使用武器的作战概念，使得其军人具备更高的素质。好了，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各位老铁们对台湾采购的装备都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对本频道感兴趣的朋友们，请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我们下期再见。